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种方法，不用搞得自己气喘吁吁、满身大汗，就能帮身体打造一颗长寿引擎呢？听起来很酷，对吧？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个，可以说是能无痛融入你生活的全新健康策略。好，我们先来聊一个大家可能都很有感的烦恼。你是不是也常常觉得，运动好像就等于惩罚自己，非得把自己操到累个半死，隔天还全身酸痛，才算有练到吗？但有没有可能有另一条路，一种更温和，不用花你大把时间，却又能帮我们建立长久健康的方法呢？答案嘛，其实就藏在一个叫做长寿代谢引擎的系统里。它的核心概念说穿了，真的非常简单，就是专注在那是温和，可是能持之以恒的微习惯上。听起来是不是很吸引人？好，我们就来深入看看这颗引擎到底是怎么运作的。OK， 这整个系统啊，其实就建立在2根超重要的柱子上。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一台车最重要的2个部分。一个是提供动力的引擎，另一个呢就是支撑整个车身的底盘。这个所谓的引擎啊，指的就是第2区间有氧。你可能想说这是什么？其实很简单，你只要把它想成是一种可以边运动边轻松聊天的强度。对，就是这么舒服。这个强度正好最能优化你的新陈代谢。那底盘呢？就是你的深层核心，它是你做任何动作时那个最根本、最关键的稳定力量来源。说到核心，我相信很多人脑中第一个浮现的大概就是6块肌马甲线，对吧？但这张图要告诉我们一个更有趣也更重要的事实：我们的核心其实根本不是一片平面的肌肉，它更像一个立体的圆柱体，是由好几个部分的肌肉从上到下、从前到后一起合作组成的。你看哦，这个圆柱体的顶部是我们的横膈膜，就是你呼吸的主要肌肉。底部呢是骨盆底肌，它支撑着我们的器官，还跟性功能有关。然后前面跟侧面有腹横肌，就像一件天然的马甲一样把你包起来。背后还有多裂肌负责稳定脊椎。所以你看，强化这个完整的结构，影响的可不只是腹肌好不好看呢，它从你的呼吸、你的姿势，甚至是性健康，通通都环环相扣。好，概念我们都懂了。那最重要的来了，实际上到底该怎么训练这个系统呢？来，我们先来看第一套，专门为我们这种忙碌的现代人设计的健康蓝图。要训练你的引擎哦，其实方法简单到你可能不相信，就是把你每天都会做的走路这件事，给它来一个小小的升级，把它变成一个超强大的第2区间有氧运动。那诀窍是什么呢？超简单，就是走路的时候提醒自己把嘴巴闭上，只用鼻子呼吸。你可能会觉得，就这样。对，就这样。这个小动作就像是给你的身体装上了一个天然的速度限制器，它能聪明地确保你的心率刚好就维持在那个最佳的燃脂区间，同时还能活化你细胞里的能量工厂，也就是粒线体。这简直是最高效的抗老秘诀了。那如果想在不给关节压力的情况下增加一点肌力和骨质密度呢？来试试看这个超慢速深蹲。大家可以看一下画面上的步骤，它的重点完全不是你蹲多低或举多重哦，关键就在于慢。你想想看，下去花整整4秒，上来也花整整4秒，这样你的肌肉就会在张力下维持更久的时间，刺激效果反而更好。那我们的核心底盘呢？这个更享受了。你只要像画面上这样舒服的躺下来，专心做呼吸练习，再结合一点点凯格尔运动，就能非常有效的把你整个核心圆柱体重新连接起来，并且强化它。睡前做个几分钟，超棒的。好，听到这里，可能有些朋友会想，这是动作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吃力，如果我行动不太方便怎么办？别担心，这套系统最棒的地方就是它的弹性。它也为行动上需要更多支持的朋友提供了同样安全而且非常高效的替代方案哦。对于需要更多稳定性的朋友来说，这个北欧式健走，我必须说，它绝对是个革命性的选择。你看，这2根健走杖等于是给了你身体额外的2个支撑点，这感觉就像什么？就像你开车的时候，把原本的2轮驱动，咔一声切换成更稳、抓地力更强的4轮传动一样。
而且啊，这个好处可不只是稳定而已哦。这一张投影片的数字，你看是不是很惊人？就是因为健走杖让你的上半身、手臂啊、肩膀啊、背部啊都跟着动起来了，它燃烧的热量竟然可以比你平常走路多出18%到67%，这效率也太高了吧？那如果连主动运动都有点困难，也完全没关系。现在的科技很进步，像是画面上这个叫做垂直律动机，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被动的运动方式。你只要站上去，它就会透过很温和的垂直振动去刺激你的骨骼和肌肉，帮助促进骨质密度和血液循环。对于没办法做激烈运动的人来说，这真的是一大福音。甚至就算你整天大部分时间都得坐着，你还是可以偷偷训练你的深层核心哦。来，大家可以现在就试试看。坐挺，然后想象把气吸到你的背后和身体两侧，感觉身体像一颗气球一样360度的扩张开来，然后在吐气的时候，从嘴巴发出长长的嘶的声音。你有没有感觉到腹部最深层的地方，好像有一圈肌肉正在悄悄地收紧？对，就是那里。好了，讲了这么多很棒的方法，现在来到最关键的问题了。到底要怎么把这些东西塞进我们已经够忙碌的一天里？记住，这套系统的精髓从来都不是要你硬挤出1整个小时去健身房，不，它的重点是去善用那些你本来就有的零零碎碎的5分钟、10分钟。所以你看，我们这里就帮大家整理出一个非常简单，可以直接照着做的每日时间表。我们很贴心的分成了一般大众和安全行动2种路径。比方说，一般的朋友也许可以在通勤或午休时花个10分钟做鼻呼吸快走，那需要更多支持的朋友就可以改成15分钟的北欧式健走。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前都有对应的微习惯可以做，你可以看看哪个最适合你，直接把它放进你的行事历里。在你开始把这些微习惯融入生活之前，请务必记住这3个最重要的核心原则。你可以把它们当成是整个系统的心法，它们是灵魂所在。第一，呼吸是关键，没事就多用鼻子呼吸，这真的是最简单的抗老秘诀。第二，核心就是生命力，强壮的核心不是为了好看的腹肌，而是为了你一整天的好姿势和深层呼吸。最后，要聪明的使用工具，别害怕借助像健走杖或律动机这样的辅助，它们能帮你更安全地达到目标。这就带我们回到了这一切的核心。你看，要打造一个强大、能陪你用很久的长寿引擎，真的不需要什么惊天动地的伟大计划，它往往就始于一个你愿意开始的小小的5分钟的仪式感。所以，最后的问题很简单。从今天开始，你会选择哪一个5分钟的微习惯来当做你的起点呢？